欧阳婷说道，能让大姐吃下去已经很好的了。放眼整个 A 市的点心师，有几个做出来的点心能让大姐吃下去的？欧阳雅一噎，她看向妹妹片刻，问道：阿婷，你老是跟大姐说，是不是对战远一见钟情？你对他的关注度很高，也很看重他能不能成为我的厨师。你若是喜欢他，可以换了你那边的厨师，请他给你当厨师，既可以天天吃到他做的美食，也能和你谈情说爱。不过他只是个厨师，与你的现实差距有点大，不知道二叔二婶是否能够接受一个厨师当他们的女婿。换成我爸妈，我爸妈肯定是不同意的。他们欧阳家在 A 市属于数一数二的豪门，家大业大，择婿的要求自然也很高。欧阳雅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，只是她也认可同层次的找同一个层次的伴侣，这样差距不大，学识、眼界都差不多，更容易找到共同话题。欧阳婷笑道：大姐，我真的是纯粹欣赏战远，是真的觉得他的厨艺很好，他是我见过最年轻的大厨了。战远虽是个厨师，我看他温文儒雅，气度不凡，以后必定成为大器。欧阳婷说完后，又撇撇嘴说道：我爸妈眼高于顶，总觉得天底下的男人都配不上他家闺女，认为我是天仙下凡，国色天香，风华绝代，配王子都是可以的。经常感叹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王子了，否则我准能嫁入王室当王妃。欧阳婷有点无奈的道：现在我也还不想嫁人，等到我想嫁人了，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找一个，不想听我爸妈的安排。欧阳雅说道：二叔二婶是要求很高，那也是你值得，你就是那么优秀，你自己找也要经过你爸妈的同意啊。他们吃过的盐多过我们吃的米，还是要让他们长长眼的，总不能嫁个凤凰男吧？我不会嫁凤凰男，在咱们这里能与我们家门当户对的，要么都结婚了，要么就是还没有长大。我觉得我很难在那几家里挑选的了，看看能不能和林氏的那些青年才俊擦出火花了。欧阳婷又看着姐姐，笑道：大姐都未嫁呢，我急什么？等大姐嫁了再说，大姐嫁人后要是过得很幸福，那我就考虑嫁人。总觉得婚姻对女人不太友好。欧阳婷感叹了一句，她部门的很多女职员平时上班就够忙的了，每天下班回家还要买菜做饭、带娃、辅导写作业、收拾屋子，只有夜深人静，大家都睡着了，她们才有一点点私人空间。现代女性很多被生活逼成了一个女超人，孩子有事都是找妈，好像妈妈是天下无敌似的。有些当丈夫的还会体谅一下老婆，帮着分担一点家务活，有些像个大老爷似的，下班回家就瘫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的，就等着老婆做好了饭吃饭，吃了饭碗也不洗，桌也不收。欧阳婷听他们聊得多了，女人聚在一起聊的大多数是孩子、丈夫以及公婆好不好了，不说别人，就是他父母，虽说父母的感情挺好的，至少父亲没有出轨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他母亲在迁就着他爸的。他妈没用吗？也不是，年轻的时候他妈也很厉害的，是他长大了能接班了，父母才退到二线。父母一起帮忙打理着家族生意，都一样的忙，一样的累，但是回到家里总是母亲操心他们，管教他们。父亲总觉得家里有佣人，有司机，也请了很多家庭老师，完全不需要他们做父母的再花心思去管，所以父亲是真的不管他们，只有母亲操心，所以他们与母亲的感情更好一点。欧阳雅说：妹妹，你少听别人的八卦好不好？只有自己试过了才知道，咱们这种家庭的也不用担心过得不好，我们有底气。欧阳雅说道：咱们自己足够强大，娘家也足够强大，就凭这2点，只要我们挑个人品好的男人，都不会过不好。也是，姐什么时候谈个男朋友？我想有个姐夫了。欧阳雅轻嗔着妹妹，没大没小的，你看姐有时间谈恋爱吗？咱们这里的青年才俊
适合的又已婚，不适合的咱们又瞧不上，所以急什么呀？姐相信缘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相见赶不识。回去做你的事，5点在一起回去吃饭。正常来说，公司是下午5点半下班的。欧阳雅是个工作狂，很多时候大家下班了，她都还在办公室里，离开公司时往往是晚上7点左右。除非是晚上要应酬，她就会早点离开公司。提前半个小时下班已经是欧阳雅最大的极限了。考虑到家里换厨师需要复试，她总要回去见见战远这个人，了解一下他的人品，尝尝他做的饭菜是否合他的口味，看看战远到底有多优秀，优秀到让妹妹现在就想下班回家了。欧阳婷说道：“5点呀，5点都有点晚了，4点半还差不多。再跟我讨价还价就正常下班，就是回去吃饭，问几句话而已，提前半个小时还不够，又不需要他们回去帮忙做饭，用得着提前那么多吗？”欧阳雅是觉得5点下班，到家后刚好是用晚餐的时间，不用等，先吃饭，尝过战远做的饭菜后合他胃口，他再见战远这个人，了解一下战远的人品，才能决定要不要请战远给他当私厨。够了，知道姐姐做出了最大的让步，欧阳婷适可而止。这个时候秘书敲门进来，秘书手里拿着一张 A4 纸，他进来后径直走到了欧阳雅的办公桌前，先是向欧阳婷点点头，然后将手里的纸张递给欧阳雅，说道：“总裁，这是战远的基本资料。”欧阳雅接过了战远的资料，秘书默默地退出去。欧阳婷笑：“大姐其实还是认可了战远的厨艺是吧？都让人去调查战远了，点心做得不错，若是饭菜也做得好吃，就录取他，总要摸摸他的底。”欧阳雅拿着战远的资料认真地看了起来。战远的资料不算复杂，写明了他家里有兄弟2个，父母皆已退休，长兄已婚，家庭和睦，战远自己创业，小有成就，打小就爱做菜，虽说自己是个小老板了，还是喜欢做菜。战远的资料上并没有写明他是战家的6少爷，可能也是欧阳雅的秘书查不到，也有可能是战印在管城操作了一番，让欧阳雅的人只能查到战远的基本资料，查不到太多，刻意帮战远隐瞒了战家6少爷的身份，免得欧阳雅被战远的身份吓到，不想录取战远。不过战远自己创业，略有点小成就的事，战印倒是没有帮弟弟隐瞒，总要有点小本事让欧阳雅看到，免得欧阳雅因为战远太穷看不上他，也担心欧阳家的长辈嫌弃战远没本事。并不是所有豪门都像战家的长辈那样只看重人品性情，虽说战家长辈看重人品性情，但老太太帮自己的孙子们挑选妻子人选，却没有一个人的身份背景差的，各个孙媳妇都是有背景的人，与战家其实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的。怎么样，战远的人品还可以吧？欧阳婷迫不及待地问着大姐。欧阳雅不答话，不过将那张纸递给妹妹看。欧阳婷接过来看了一遍，便放下了，嘴上笑道：“她自己都创业了，开有几家餐厅，生意还不错，怎么还跑来应聘厨师？咱们家给的薪水报酬是不低，应该高不过她赚到的钱吧？”沉默了片刻后，欧阳雅说了句：“可能是听说我嘴巴太挑，跑来应试厨师，对她来说是一种挑战吧。知道战远打小就喜欢做菜，虽说年纪不大，但也做了10几年的菜，欧阳雅便相信他厨艺不会差。对于战远跑这么远过来应试，欧阳雅猜测就是冲着他这张嘴来的，因为他精吃，嘴巴挑，能得到他认可的厨师足够优秀。战远是把当厨师当成一种挑战。欧阳婷笑道：“还真有可能是这样子，打小就爱做菜，他可能在做菜方面有点疯魔。这样我更期待晚餐了。”欧阳婷期待地道：“姐，战远要是应试过了，你跟江叔说，以后我都在你家里吃饭。”欧阳雅说：“你想吃什么时候没有你的份儿，只是
你过来吃饭，得坚持锻炼身体，免得又胖成球。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着你减肥。那算了吧，我还是偶尔过去吃一餐，减肥的日子太可怕了。尝过了一次那种日子，我不想再是第二次。欧阳婷一想到自己吃得欢快，结果没有控制好体重，渐渐胖成了球，然后被大姐逼着减肥，天天控制饮食，坚持运动，累死了。花了半年才瘦身成功，自始只要她贪嘴，大姐都会提醒她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免得又胖成球。欧阳雅将战远的资料随意地塞进了抽屉里，对妹妹说道：“回去做事吧。”大姐，我先回去做事，等会儿咱们一起回家。欧阳婷知道长姐不会提前太多回家，老老实实的回她的办公室里去。下午4点半，战一阳就跑到了战氏集团，等大哥下班，然后好一起去管城大酒店。在大哥的办公室里，他看到了比他早到5分钟的大嫂和洋洋。大嫂，战一阳恭敬地叫了一声大嫂。海童嗯了一声。四叔，洋洋甜甜地打招呼。他很少见到战一阳，跟战一阳不熟，就叫了一声四叔，并没有像见到战一晨他们那样会开心地扑过去求抱抱。战一阳笑着招洋洋张开了双臂，洋洋，来，让四叔抱抱。洋洋看向海童，见海童点头，他才走向战一阳，战一阳抱起了他。四叔，好久没有见到洋洋了，洋洋重了点呢，要多吃饭哦，这样才能快高长大的。洋洋说到四叔都说我重了点儿，我就是多吃饭长大了才会重的。战一阳笑道是哦。洋洋想四叔吗？不想，洋洋很少能见到四叔，不熟就不想。战一阳对海童说道，洋洋还真老实，撒谎都不会。小孩子诚实一点好。洋洋也说老师说我们要做个诚实的小孩子，不能撒谎的。对对对，看来以后四叔要经常和洋洋见面才行，这样洋洋跟四叔就熟悉了，就会想四叔了。战一阳看向还在忙碌的长兄，决定不过去打扰。他过来也是想讨好大哥，看看能不能从大哥这里套到话。大嫂请他吃饭的原因，现在大嫂就在大哥这里，他还是直接问大嫂吧。战一阳抱着洋洋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问着海童，海玲姐没有回来过吗？我姐现在很忙，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。上周末，东明带着洋洋过去陪我姐过了一个周末。战一阳嗯着，他知道东明哥和海玲姐的事。他放下了洋洋，洋洋拿过他的上书包，从小书包里拿出了幼儿园老师今天发回来的一本书，翻开书本，自顾自地看了起来。洋洋会看书吗？海童带外甥答道，洋洋会认不少字的了。幼儿园的书本还是看图的，他能看懂。战一阳夸赞着洋洋真聪明。他们像洋洋这般大的时候，也认识很多字了。大嫂，战一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了大嫂。大哥说你请我过来吃饭，是吗？对啊，你大哥通知到位了吧？战一阳点头，他陪着笑脸，小心地问着大嫂，就只请我一个人过来吃饭吗？是不是我做了不好的事？应该不是吧，战家长辈皆在，就算他做了不好的事，也会有长辈出面批评教育他，再不济还有大哥在呢。虽说长嫂如母，事实上海童这个长嫂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管他们这些小叔子的。海童迎着战一阳的眼神笑道，怎么，我请你吃饭让你这么害怕？是也不是大嫂，我不怕，就是忽然间大嫂请我吃饭，我就担心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大嫂。你也的确是做了不好的事。海童故作严肃地道。战一阳看着大嫂严肃的样子，吓了一大跳，叠声问道，大嫂，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大嫂，你说我做错了什么？我马上向大嫂赔礼道歉。同时他也在回想着自己做过的事情，貌似他都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大嫂了，怎么会做过得罪大嫂的事？他回到管城也就10天半月，
这段时间他连山庄都没有回，也没有去打扰兄嫂恩爱的生活。战一阳想破脑袋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大嫂。很快，战一阳又冷静下来，他没有做得罪大嫂的事，否则大嫂就不是请他吃饭了，而是让大哥直接找他算账，或者向他爸妈告状。大嫂，我要被你吓死了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我不可能做过得罪大嫂的事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犯了错，大嫂就是找我算账，不是请我吃饭了。海童笑就是了，你没有做得罪我的事，心虚什么？他心虚吗？他只是担心导致心神不宁，无法认真工作，便提前过来找大哥，本想从大哥这里套点话的，结果大嫂在这里，他不能从大哥嘴里套话了。大嫂说我做过不好的事是，直接问大嫂吧。现在不告诉你，等会儿吃饭的时候你自会明白。总之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大嫂看不过眼，觉得你太过分了。他静默了2分钟，然后起身去给大嫂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又去零食的架子挑了几样零嘴过来，恭敬地摆放到大嫂的面前。海童说到这些零嘴都是你大哥给我准备的，并不是战一阳的孝敬他的。大嫂喜欢吃这些零嘴，改天我给大嫂送一卡车过来。零食吃多了，正餐吃不下，你大哥会生气。他怀着身孕，一人吃，2个人吸收，正餐不能不吃。战印给他准备零食，也只是让他无聊时打发一下时间，不允许他多吃的，怕他吃多了零食，正餐就吃不下，零食肯定没有正餐有营养。现在他肚子里那个正是要补充营养的时候，你也不用费心思讨好我了，我说了吃饭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明白的。战一阳俊脸一垮，大嫂越来越像大哥了，这是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吗？海童悠闲地吃着他的零嘴，洋洋在看书。战一阳眼看从大嫂这里问不到结果，便悄悄地摸到了大哥的办公桌前坐下，可怜兮兮地看着大哥。战印像是没看到他似的，淡定地处理他的公事。大哥，战一阳轻声地叫着。战印头都不抬，低沉地说道：你大嫂说的话我听到了。大哥，你肯定知道原因的，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？否则等下吃饭我都吃不下去。你吃不下，我可以多吃点。战一阳，大哥，我是你弟弟呢，我那么多弟弟，就你做出了那样的事来，咱们战家的脸面都要被你丢了。战一阳又吓一跳，这么大祸呀？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竟然丢了战家的脸面？大哥，等到一边去，等着。战一阳无奈地起身，坐到一边去，老老实实地等着时间过去。度分如年是什么滋味？战一阳算是尝到了。他真的觉得这点时间太难过。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间，大哥关了电脑，起身绕出了办公桌。战一阳立即站起来，哈巴狗似的迎上前去，满脸堆笑：大哥，累不？战印睨了他一眼，说道：累，你能帮大哥分摊不？我也有帮忙的，兄弟们几乎个个都有帮忙打理家族事业，不过重担还是由大哥来挑，他们花更多心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不像大哥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做大战士集团，让战士集团在管城屹立不倒。战印又瞥了弟弟一眼，战一阳就不敢说话了。他们就算加上自己的事业，都没有大哥这么忙，这么累。庞大的战士集团担子太重，大哥挑得很累的，但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大哥没有要求他们要分担多少，只给他们安排一些他们刚好有兴趣的，让他们积攒经验。彤彤，我下班了。战印走向爱妻。战一阳听到大哥叫大嫂的名字时，那温柔的口吻，他听着都抖了抖。大哥不多的温柔，悉数给了大嫂。他的脑海里忽然掠过了一张俏丽的脸，很快那张脸又换成了另一张脸。他赶紧收回飘远了思绪，他只能娶一个人为妻，是选他还是选他？
战义阳纠结得很，奶奶给他挑选的人很优秀，他与他也能相处融洽，但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在他梦里与他纠缠不休的女人，在现实生活里他还真找到了她。两个人相处的不算融洽，总会吵吵闹闹，甚至交起手来有点冤架的味道。但他更喜欢和他在一起，难怪他会在梦里也他纠缠不休，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更喜欢他多一点。对于奶奶给他挑的人，他始终是欠缺了点激情吧。一边是自己真正喜欢的，一边是奶奶给他挑选的。战义阳知道奶奶挑选的人是按照他的性情去挑选的，对方绝对适合他。如果他没有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了梦中的女人，他肯定会按照奶奶的意思与那个女人谈恋爱，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过一辈子。偏偏他找到了梦中的女人，战义阳纠结得很。梦中的那个女人姓什么他都查不到，只知道她有个外号叫百变狐狸，拳脚功夫不错，性情中人，颜值也高，有点俏皮，身世背景都瞒得紧紧的。他这个战家四少爷都查不到他的身世背景，不知道对方的家世背景，哪怕家中长辈开明，但让他娶一个不知道身世背景，连名字都还不知道的女人为妻，就是他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，更不要说家里长辈了。战义阳想过求助苏少主的，但苏少主忙着追妻，懒得搭理他。奶奶那里战义阳去找过，奶奶让他自己解决，让奶奶同意他换人。奶奶也说了，只是给他挑选了人，他实在不喜欢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个喜欢的，但人品性情必须过关才行。战义阳觉得狐狸的人品性情不差，虽然脾气有点大，但还是讲道理的人，就是不知道狐狸的家世背景。忙完了，海童温声问着丈夫，她温声的话语将战义阳的思绪又拉了回来。忙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海童站起来招呼着外甥洋洋，收拾好你的书本，咱们去吃饭了。洋洋哦了一声，立即收拾他的书本，塞回书包里，然后自己背起了小书包，就朝战印张开双臂，要战印抱着他走。战印宠溺地抱起了他，轻刮一下他的鼻子，还要一仗抱着走，等我长大了，一仗就抱不动了。战印笑道，这么说，一仗要抓紧时间抱你才行，否则你长大了，一仗变老就抱不动你。洋洋一脸的傲娇相，战印抱着洋洋，腾出一只手牵着海童。战杨顿觉得自己就是一盏超级刺眼的大灯泡，他一声不敢吭，尽量缩在他们的身后，默默地走着，免得被大哥发现他这盏大灯泡了。战氏集团离管城大酒店并不远，很快一行人便到了管城大酒店。战义阳跟着兄嫂一起进的酒店，他依旧猜不透原因。老五时不时就给他发信息，问他大嫂请他吃饭，有什么好处依他，让他要记得好弟弟们，有好处要跟大家分一分，不要吃独食。战义阳忍不住回复老五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忐忑，要不要分一点给你？大嫂说我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大哥说我丢了战家的脸。战义阳低声说着语音信息，我现在提心吊胆的，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，我哪里丢了战家的脸？战五少，四哥，你闯大祸了，那这顿饭你吃得下吗？哈哈，我就说嘛，有好事情，大哥大嫂不可能不通知我们的，只通知你，原来是你闯祸了。战义阳一脸黑线，他怎么觉得老五是在幸灾乐祸？战五少不再给战义阳发信息了，反正大哥大嫂请四哥吃饭，没好事儿，有好事儿，大哥大嫂不会忘了他们的，他们都是大哥的好弟弟呢。因为是自家人，战印夫妻俩还是坐着电梯直上顶楼，进了酒店的总统套房，这是战印平时在这里休息的。老四，你在这里等一等，我请了个人一起吃饭，现在给他发信息，让他上楼，等会儿你帮我请他入内。在进入套房前，海童忽然扭头对战义阳说道，
战义阳听到大嫂还请了别人吃饭，悬着的心松了松。有外人在场，兄嫂还会给他留面子的。好，战义阳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海童拿出手机，按照杜雨萌给他的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。杜雨萌很快便接听了海童的来电。海总，杜小姐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杜雨萌默了默后说道，海总说今晚请我吃饭，我就哪里都不敢去，怕错过了海总请我吃饭的机会。海童笑，我现在管城大酒店最顶层的总统套房里，你现在坐电梯直上顶层，我让人等着你的了。你出了电梯，很快就能看到他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杜雨萌应着，那等会儿见。海童先挂了电话，他对战印说道，等杜小姐来了再点菜吧。你安排便好。战印无所谓，杜小姐是奶奶给老四挑的妻子人选，如无意外，以后就会成为他的弟媳妇，提前见面也没什么。就是不知道老四最后会选择谁，那是老四的事，老四自己纠结去，他懒得操心。海童先带洋洋去洗手，战印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在房门口等着的战义阳不知道大嫂还请了谁一起吃饭。他给老五发信息，老五都不回复他了。死老五，听说我闯祸了，就连信息都不回了，怕我拖你下水，还是怕我连累你？战义阳低低地骂了战宇一句。很快他听到了高跟鞋的脚步声，那脚步声他听着还有点熟悉，好像是……战义阳想了想，想起来了，那脚步声听着像是杜雨萌的，不可能是他吧？他远在海市呢，而且他不认识大嫂，大嫂怎么可能请他吃饭？肯定是他听错了，或者是那人的脚步声与杜雨萌的很像。战义阳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可是杜雨萌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内，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，那就是杜雨萌，他没有听错。战义阳愣愣地看着杜雨萌，看着越来越近的杜雨萌，他忽然就像开窍了似的，想明白了，怪不得大嫂说他做了不对的事，大哥又说他丢了战家的脸，肯定是杜雨萌跑到大嫂那里去告他的状吧。这女人怎么会跑到管城来？来也不说一声，让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战义阳，在战义阳回过神时，杜雨萌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。杜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战义阳敛回了思绪后，淡定而礼貌地和杜雨萌打招呼。是好久不见。杜雨萌意有所指。战义阳扯出一抹温笑，说道，杜小姐什么时候来的管城？要来管城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机场接你，再尽地主之谊，给你接风洗尘呀。杜雨萌反驳得到，你不接我的电话，不回复我的信息，说不定已经将我拉入了黑名单，我怎么跟你说？真说了，我能来管城吗？说不定。在半路上就被战四少爷拦住了。战义阳被杜雨萌指责了一番，他依旧神色不变，笑道，杜小姐说笑了，我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？我不是不接杜小姐的电话，回到管城，我用的手机号码跟在海市的不一样，那台手机是留在海市，没有带着回管城，所以我并不知道杜小姐联系我了。战义阳是睁眼说瞎话，他在海市用的是另一个号码，倒是真的，不过那台手机他也随身带着的。杜雨萌发信息，他看过，但没有回复。打电话过来，他任由手机在响着，也不接听。杜雨萌定定地看着战义阳，想从战义阳脸上寻找心虚。战义阳老神在在的，镇定得很，没有半点心虚。看着他片刻，杜雨萌说道，是吗？怪不得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就是你没有带着手机。10几天了，你那台手机的电量还有，依旧能打通。不知道战先生那台手机是什么牌子，电池那么耐用。战义阳神色不变，答到，电池没那么耐用，是我走之前充电器连着手机，所以手机就一直保持着充足的电量。杜雨萌知道战义阳在狡辩，
不过他没有再问下去。他有心狡辩，他问的再多，他都有话说的。我大嫂让我在这里等贵客，不会就是杜小姐吧？战义阳笑了笑，问道：杜小姐什么时候认识我大嫂的？杜雨萌反问他：不能是我吗？那是我和海总的私事，与你何干？一段时间不见，杜小姐变得牙尖嘴利了。杜雨萌呵呵地笑了2声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战先生还是那么厚脸皮。战义阳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有吗？随即他错开身子，朝杜雨萌做了一个请，嘴上带笑说道：杜小姐，请，我大哥大嫂在里面等着你了。杜雨萌深深地看了他2眼，便从他面前走过。战义阳跟着他走，快到门口时，他才抢上前2步，帮杜雨萌敲开了房门，然后带着杜雨萌入内。大哥大嫂，杜小姐来了。战印坐在沙发上不动，海童牵着洋洋从洗手间出来。就这么一阵间的功夫，战义阳已经接到人了。海童的视线本能地落在2个人的身上，看到2个人的神色都再自然不过了，心知都是会演戏的人。他笑着迎上前去：杜小姐，你来了。又教着洋洋叫人。洋洋礼貌地叫了一声杜姐姐。妈妈教他，还没有结婚的都叫姐姐，结了婚的才叫阿姨。杜雨萌不知道洋洋的身份，她微弯下腰，摸了摸洋洋的头，夸赞着：小朋友真乖，杜姐姐好漂亮。杜雨萌笑着轻捏一下她的小脸，仰头对海童说道：这孩子的嘴巴真甜，他呀整天都像喝了蜂蜜似的，嘴甜得很，哄得大家都对他宠得不行。海童颇有点无奈的样子，神情却满满的宠溺。最宠着外甥的人就是他了。杜小姐，洋洋是我外甥，我姐的儿子。海童解释了一番，刚才忘记解释了。杜小姐是出来管城，并不知道洋洋的身份。杜雨萌恍然，他笑道：我以为是海总的儿子呢。海童摸一下自己的肚子，我的还在我肚子里揣着。战印在这个时候起身走了过来，海童很自然地将自己的老公介绍给杜雨萌认识。战少，久仰大名。杜雨萌客气地和战印打招呼，并伸出右手和战印握了握手。战印看在4弟的颜面上，象征性地与杜雨萌握了手。夫妻俩先迎杜雨萌到沙发上坐下来，战义阳陪坐在一旁，为了遮掩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他抱着洋洋，让洋洋坐在他的大腿上。他时不时就逗着洋洋玩，眼角余光时不时就落到杜雨萌的身上。略坐了片刻，战印通知管家进来，大家坐到了餐桌上。海童从管家手里接过了菜谱，将菜谱递给杜雨萌，温声说道：杜小姐，你来点菜吧，喜欢吃什么尽管点。我们酒店的饭菜还是很不错的，在管城是排得上号的。杜雨萌没有接菜谱，他笑道：海总点菜就行，我不挑食的，现在住在管城大酒店，我也在这里的餐厅用过餐，饭菜是很好吃，各种菜系的菜都做得很地道。管城大酒店每天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，边外国的都有，餐厅里便有着各大菜系的菜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在这里都能吃到地道的家乡菜。那我就点了。海童天天陪着丈夫在这里用餐，都不用看菜谱点菜了。知道杜雨萌来自海市那边的人爱吃辣的，他便点了几道辣菜，管城人不爱吃辣，他也照顾着自家人，点了几道不辣的菜。杜小姐喝酒吗？杜雨萌笑道：海总要是能陪我喝2杯，可以要2瓶酒，海总现在怀着身孕，应该不能喝酒吧？让我们家老四陪杜小姐喝2杯可以的，我需要等到明年卸了货才能喝酒了。杜雨萌看了战一阳2眼，说道：战先生怕是不敢陪我喝酒，怕喝醉了，等会儿跑都跑不快。战一阳，杜小姐说笑了，我干嘛要跑？我也没那么容易醉，我酒量好得很。我以为战先生看到我就心虚，想落荒而逃呢。杜小姐又不是洪水猛兽，不吃人。
我怕什么？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杜小姐的事，不心虚。杜雨萌当即歉意地对海童说道：“海总，我换个位置。杜小姐，请自便。”杜雨萌起身坐到了战一阳的身边，他感觉自己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了。好吧，他承认他其实心虚，他现在挺怕和杜雨萌相处的，因为他经常把杜雨萌当成猴子来耍。对不起杜雨萌，所以心虚。战先生似乎头发都竖起来了。杜雨萌笑意艳艳地凑到战一阳跟前，美眸闪烁着打趣着战一阳。战一阳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我的头发太短，本就竖起来。哦，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战先生是紧张所致？我不紧张，我紧张什么呀？杜雨萌似笑非笑地瞅着他看了半晌，便对海童说道：“海总，叫2瓶烈酒，等会儿我敬战先生几杯，跟战先生拼一拼酒量，看看谁先醉。”战一阳说道：“杜小姐是女孩子，又孤身一人在外，还是少喝点酒好。我相信海总会在我最后照顾好我的，不会让人占我的便宜。再说了，管城大酒店是管城最安全的酒店之一，我不相信战先生，但我相信战家，相信管城大酒店，相信战少和海总。”